Mavic Pro 这条产品线，我想一直对于玩无人机的人有着独特的意义。在大疆内部，我想应该也差不多是让人能够哇一下的一条产品线。你想，从一代的 Mavic Pro 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哇了一下，没见过这种形态的设备；再到第二代 Mavic 2 Pro 的时候，像这样的设备，所有人又哇了一下。你要知道，这是2018年它就有了1英寸的传感器，然后再到了 Mavic 3 Pro 的时候。即便没有这么多人惊叹，但是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3摄解决方案的无人机，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那到了 Mavic 4 Pro， 我们对它的预期是什么呢？它必须得让人哇一下。当初我们猜测的是能有更好的长焦画质、更长的续航，还有内置的电子 ND 滤镜。那如果它有的话，我会给它一个大大的一声哇，这太创新了，特别刚需的功能。但是现在这个哇的声音会小一点，因为它只有一个 ND 滤镜。还没有这个电子 ND， 但这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当今你能够获得的便携无人机中有着最强性能的野兽。我觉得相比别的这几年看到的常规升级的产品，这台无人机我们能聊的还是非常多的。相比前几代 Mavic Pro， 我个人觉得这一代是最丑的一代，不知道你怎么看？而且不仅仅是外观上有个明显的变化，它重量也增加了120克左右，机身上鱼眼摄像头你会看到从这里挪到了这里，右击臂的前端增加了一个激光雷达，那电池也符合大疆的传统，和上一代是不通用的，所以你得再买新的。但是影响颜值最核心的点肯定不是这些小的改动，就是这个云台。虽说这个云台讲真的，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它不好看，但是它设计的还是非常聪明的。那首先，它这个外凸的球形使得它的上方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的遮挡，相比上一代最高只有35度的仰角，这一代 Mavic 4 Pro 能够达到70度的大仰角，这意味着你可以拍出像这样更有张力的上升飞行画面。不过单独只有大仰角这一个功能的话，我觉得实在算不上是这台设备的亮点。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改进是，过去 Mavic Pro 你在拍摄竖屏视频的时候，你会需要进行裁切，它的云台是没法立起来的，还不如 Mini Pro 那个更小的无人机。但是这一代 Mavic 4 Pro 因为有了这个奇特的球形云台，所以你可以直接旋转遥控器屏幕，都不用做别的设置，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你可以实现超高画质的竖拍，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看竖屏，但是说到底，当今竖屏市场的商业化什么都做得不错，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都靠拍竖屏为生。那这一点对他们也许会有一些帮助。那除了这两点以外，这个形态的云台带来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变化，我觉得是水平调节。因为你想，它已经可以这样旋转了，所以逻辑上你可以实现像后面这种大型无人机雾3才能实现的这些特殊功能。就是破水平拍摄。说真的，这个破水平拍摄其实我是不会推荐你拿到它就开始用的，因为它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轴向。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很容易丢失掉对应的方向感，因为多一个操作本身已经让这个很复杂的飞行操作难度进一步陡增。你要知道，这是过去在雾3上面要2个人配合才能做得好的功能，现在你一个人做，就像是环太平洋突然让你一个人驾驶一个机甲一样。反正如果你熟练以后，你用它拍，你确实可以获得这种非常独特的视角。但是如果你不熟练去用它的话，我教你的一招是，你可以在破水平的基础上调整一个云台的俯仰，先给别人模拟这个炸机视角去吓身边的人，再调个色变成黑白的，你看这味儿一下就有了。反正玩笑归玩笑，但这个破水平拍摄确实是需要经过训练的。那这个云台本身，我觉得大疆是做的挺好的。那缺点它有没有？是有一些的。首先，大疆并没有给它加上一个像 Pocket 3一样的云台轴锁，所以当你关机的时候，还是老规矩，它就会这样晃来晃去乱动，使得整个云台的保护罩都变得难用了很多，非常难卡住。再加上因为它云台前端已经很重了，
现在假如你用力撇到它，是有损坏的可能的。比如我们在室内飞行的时候就摔了一架 Mavic 4 Pro， 得到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状况。其次也正是因为这个云台的轴向变得非常多，所以在某些轴向共同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架无人机会比较容易触达到对应的线位。那比如说竖拍，还有同时调整俯仰还有水平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出现一个冲突。那假如只是单纯改变这个云台结构，我说真的觉得 Mavic 4 Pro 它还是算不上是一个大型的换代。那最核心的一点，我觉得除了云台结构的改变，就是它里面包裹的这些传感器模组，这一次有了相应的提升。那虽然不是我所期待的一个超广角的4摄方案或者可更换镜头的方案，但是第二代的3摄系统确实变得更加成熟了。Mavic 4 Pro 我觉得提升最明显的一点，反而不是它的主摄像头，不是它的中焦摄像头，而是这颗等效168毫米的长焦。因为要知道，当初这颗长焦在 Mavic 3出现的时候，大疆对它的定义是有些问题的。他们想的是，这颗摄像头不是用来给你拍摄的，而是帮助大家看景找景用的。但是后来大疆发现，所有人都超级喜欢这颗长焦带来的独特视角，但是它的画质却跟不上了。那在 Mavic 3 Pro 时代好了一点点，但在这一次 Mavic 4 Pro，大疆正式改变了它的定义，把它变成了一个正经的拍摄镜头。那目前它换上了1.5英寸的传感器，还有 f2.8 的光圈。那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你能够在暗光之下拍出更为纯净的画面，同时它现在也支持了 D-Log， 相比过去那个叫做 D-Log M 的曲线，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后期调整空间。那只不过因为 D-Log 它本身是一条更加专业的曲线，对于这个大小的传感器来说，讲真它还是非常容易看到噪点 ，ISO 超过800或者1250，噪点就很明显了。你只能把画面拍亮一点，后期再把它给往回拉，这样画面会更纯净一些。不过无论如何，长焦在航拍的时候带给你的视角，那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连雾3你会发现都没法实现这个角度，可能能匹敌它的只有类似于直升机，我们以前做过那种超级大航拍装大镜头的那个方案，才可以有近似的这种透视感。反倒是它的中焦这一次 Mavic 4 Pro 没有太大的提升，和过去一样的传感器，一样的镜头，画质是还挺能打的，构图也能比长焦从容很多。我觉得这个就不过多赘述了。那至于这个主摄，这次是有变化的，它用了一块新的4/3传感器。那虽然画幅尺寸和上一代还是一样的，但是镜头的光学设计上发生了一些改变。最大光圈从 f2.8 提升到了 f2， 整整多了一档的曝光。这就意味着你在夜景拍摄的时候可以更从容的降低你的 ISO， 以前可能是1600，现在你光圈开大之后可以降到800，所以相对来说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夜景画质。但是问题在于它光学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取舍的点。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值不值得？就是它上一代的哈苏主摄的等效焦距是24毫米，这一代变成了28毫米，这就意味着这架无人机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广角，所以说你会发现 Mavic 3 Pro 拍出来的画面是这样的， Mavic 4 Pro 拍出来是这样的。你会更喜欢哪一个？那录制规格方面，它目前支持 6K 60帧的 HDR 视频，还有 4K 120帧的慢动作。那其中 6K 这个画面单论解析力，我会说和3 Pro 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变化的。因为3 Pro 是 5.1K， 而且当时的整体画质因为矫正的很多，所以画质看起来会有一点肉。尤其是当你放在一个 6K 的屏幕上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者的差异是肉眼可见的。那如果你选择拍摄 4K， 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差距？那答案是也是会有的，因为它目前是支持你从 6K 超采样到 4K 的，所以画质不会有太多明显的下降，文件体积也会更可控一点。那 4K 120帧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个 Mavic 4 Pro 的取舍，因为读出速度还有采样方式的原因，它和上一代一样，会有个 1.4 倍左右的裁切。那画质虽然比上一代是有提升的，但没有这么多。哪怕是白天拍摄，你可以看到它暗部的噪点还是会比较多的。而且这个 4K 120帧目前只支持主摄还有中焦，是不支持长焦的。长焦只支持 4K 100帧的慢动作，会稍微有这么一点可惜。那编码方面，这次挺有意思的，大疆取消了 ProRes 这个编码，没有了过去那个 Cine 版本，
它目前支持 H.265，还有一个用来替代 ProRes 的 All-I 压缩的 H.264 编码。那虽然 All-I 目前支持你记录10比特422的色深，还有色度采样，能有更多的调色空间，但是我们大多数样片还是会选择拍摄 H.265的视频，因为体积变小很多。这2年因为苹果、英伟达、英特尔都已经支持了硬解，所以相对来说播放也不会卡顿了。对于目前个人创作者，我反正推荐的就是 H.265 D-Log 6K 60帧，这是在一个画质还有文件体积的甜点位置。那除开这些录制规格 ，Mavic 4 Pro 的传感器现在还做了一个叫做 DCG HDR， 也就是双增益融合技术的这么一个方案。在 6K 30帧、4K 60帧这类非慢动作视频的拍摄的时候，在 ISO 400之下，你能够获得的最大动态范围差不多有 13.4 档，这是我们测出来的。那所以你要说 Mavic 4 Pro 比 Mavic 3 Pro 做的更好的是什么？动态范围会大一点，但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统一性。过去 Mavic 3 Pro 你会发现，主摄我拍 D-Log， 长焦和中焦只能够拍摄 D-Log M， 录制参数也是参差不齐，镜头的偏色也比较多，这导致的结果就是3颗镜头画面很多时候并没有特别好剪在一起，除非你有比较强的后期能力。而现在3颗镜头无论是最高录制规格还是色彩，相较于上一代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虽然你看它3个传感器不一样，怎么调都是会有些差别，但是相对以前来说已经更成熟了。你觉得达到了你的预期吗？那讲完了这些画质，讲完了云台，我们差不多是时候来讲讲它另外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遥控。我觉得相比无人机本身 ，Mavic 4 Pro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它的新遥控器 RC Pro 2，它和过去的遥控器设计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本质上吧，你不觉得这玩意儿它就是把一个 Pocket 给做成了一个巨型的形态嘛，对吧？非常离谱。那很多时候有很多朋友说 Mavic 4 Pro 你这个画质真的很好，你为什么大疆不能把这东西给装到一个 Pocket 上面？但既然现在遥控器变成这样了，我们可以自己做，对吧？你看，只要这样一捏，这 Pocket 4 Pro 不就被我们给做出来了吗？虽说有点像是个玩笑，但是这个遥控器吧，我真的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它有一个折叠的屏幕结构，你展开它就自动开机，不需要再像过去无人机遥控器一样需要手动去装这个摇杆。那整体的握持感非常舒适，按键也很丰富，还有这个新的波轮，看起来大家应该是从相机厂商那边学了很多的这个技术。但是这个波轮，我给个客观的评价，就是概念是很好的，但是实际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专业相机都有3-4个旋钮能够充分映射这个光圈、快门、ISO， 你就会有对应的肌肉记忆去调它。但是这个波轮目前，你看它只有这么一个，所以导致结果就是我每次都不确定我到底调整的是哪一个参数。反正如果大疆能够再多几个波轮的话，也许会更加实用一点。那反而我能够给到一个好评的点是这块屏幕，它目前是一块7英寸2000尼特峰值亮度的屏幕，它清晰，它高亮，大多数环境都能看清这块屏幕上的东西。配合上最新的这个 O4 Plus 图传，用这个屏幕来监看，体验确实比以前有个明显的变化。而且理论上，大疆说这个 O4 Plus 图传，他说能传30公里，这个我始终持一个怀疑态度。大疆对于这个图传的距离，我反正从来没有飞到过。不过大疆现在有了更加一体化的4G 模块，支持双卡双通的 eSIM， 那安装后只要确认增强图传已经开启，就能在城市里获得更加稳定的图传效果，相对来说也能够更加安全一些。无人机的收音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评测的点，还是挺独特的，因为大疆在 Neo 和 Flip 上面都做了一些尝试。那 Mavic 4 Pro 的解决方案这一次变得比较不一样，你可以把 RC Pro 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当成一个麦克风，然后在无人机飞的时候，这样来录你自己的声音，最终有个单独的音轨保存在无人机里面。只不过如果你用遥控器直接来录声音的话，这个音质我真的觉得还是不好听的。那还有一种方法，你想提升音质，大疆给你留了个口子，就是通过这个 C 口来连接 DJI Mic， 这样的话这个音质会好很多很多。你可以感受一下这2者音质的区别。现在你所听到的是来自于 RC Pro 2单独录入这个声音，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现在你所听到的是来自于 DJI Mic 连接 RC Pro 2的声音，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避障对于无人机来说现在还是挺刚需的。那 Mavic 4 Pro 在有了全向避障的基础之上，右机臂上新增了一个前向激光雷达，在暗光环境中对于障碍物的感知本身也变得更强了一点。那我们用了一台特殊的相机，你可以看到 Mavic 4 Pro 的激光雷达在起奖之后是一直在工作的，整体的投射亮度、范围还有刷新率，你拿来和 Air 3S 的激光雷达进行对比，就能感知到它确实是更优秀一点。
那实际工作中，激光雷达加上这个暗光鱼眼摄像头的组合拳，它的避障水平又一次变成了大疆无人机里面最强的。但是这也仍然，我想强调一下，就它仍然意味着你不能随意去飞它，只要你想炸，无人机怎么样都是会炸的。所以避免在夜晚、还有室内、还有高楼这些复杂的场景飞行，一定要周边先看一圈再飞，这很重要。那 Mavic 4 Pro 的数据交互体验，我觉得还是挺完整的。目前创作者套装版本支持最高512GB 的机身内置存储，实际可用大概是460G， 并且现在你不用开机就可以进行数据传输 ，C 口的速率我们测了一下，现在能够上到700兆每秒，还是非常之快的。那虽然大疆为 Mavic 4 Pro 换上了一块更大容量的电池，从77瓦时加到了95瓦时，快要到那个上飞机的极限位置了。那实际用下来，相比 Mavic 3 Pro 的43分钟，目前 Mavic 4 Pro 飞行时间大概在51分钟，有效飞行时间在40分钟左右，综合的飞行时长比过去还是要好不少的。那充电管家目前支持3块电池同时充电，3块电池充满大概需要90分钟，而充好1块电池的时间恰恰好就是1块电池飞行的时间51分钟。所以如果你在现场有充电设备的话，那比如我们这次赞助商他们不是一个部门的，我先得说 Mavic 4 Pro 我们是自费评测的，但是这个大疆新发布的户外电源 Power 1000 VR 支持了我们这期节目，它能够最高支持2600瓦的稳定输出， C 口最高140瓦的输出功率，能够满足99%的设备稳定充电。理论上你确实可以左脚踩右脚，让你的 Mavic 4 Pro 一直飞着，基本上没有等待时间。但是，我一直很想它有个功能，这就是我想和你讨论的，就是 Mavic 4 Pro 如果说它机内能有一小块电池，像雾3一样，我们可以让它开着机拔插电池，这样就没有关机这个过程了。那所以当前 Mavic 4 Pro 你觉得怎么样？我个人还是挺为这个设备或者为大疆感到高兴的，因为过去相机行业一旦发布一个产品，然后占据上风，往往就是4到5年的时间都不会再有任何大的革新了。但是大疆确实是一直在向前推进，能够一直更新产品，这也是我觉得中国企业比较厉害的一点。那虽然这些厉害的工程师都少了头发，但是我们也的的确确获得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设备。Mavic 4 Pro 我觉得这是今年好歹会让我们大家一起挂一下的设备，让2025年的影像行业变得更有意思了一点。所以这就是这期 Mavic 4 Pro 评测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去看一看，也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也记得关注我们。做评测还是有点累的，拍了不少样片。如果想要我们的样片的话，我们已经分享在我们的官网，你欢迎去下载调色，对比一下以前的无人机，这都可以。那么我们下次再见。